最近很多人问我这个杯子里面装什么饮料，它不是什么饮料，它是我买的杯装，里面就是水。然后杯子我是在 Shopbop 上面买的，品牌是 Kate Spade， 很可爱，我喜欢这种配色。然后这个字，这就是我人生最喜欢做的事，早上起来吃蛋糕当早餐，所以这杯子我超喜欢的。然后这样子配色真的很可爱，然后有吸管方便。想要去买的话，我把商品的链接我放在底下。好，今天要分享的是非常烧的，我最爱逛的5个英国网站。那英镑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从英国闹出脱欧事件之后啊，就英镑跟欧元的汇率就是一起降，都跌得很凶，所以现在变成买欧洲跟英国的东西都很划算。但是欧洲的网站第一个我们看不懂，第二个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全面性的支持全球配送，所以买起来比较不方便。那当然就最方便就是英国网站，第一个我们又看得懂，第二个英国网站就是对于全球运送非常的友善，就他们很多大概90%都是免运费的，所以英国网站真的很好逛。那我今天会主要分成两种来讲，就一个是比台湾便宜很多，那另外一种是台湾买不到的东西。那总共就是5个网站。但在开始分享之前，有一个我要强调，请你们不要乱买。你们会看到很便宜，就会想说哇，好便宜哦，周年庆啊，什么都没有那么便宜。哇，这个是台湾的6折，哇，这个是台湾的7折，好便宜，好划算，然后就乱买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好。哎，我现在暂停一下，你们跟着我默念，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好。好，念了哈，好，我已经有事先做到警示哦，你不要就看着又乱买，然后又要说，哎，我看 Kate 的影片好花钱哦什么的。真的不要乱买。好，今天废话太多，我们直接开始。我很认真的，我还要做笔记。你看，我还要记下每一个网站的特色。好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我自己最近非常爱逛的是英国的一个百货公司，叫 Selfridges。它是英国最大的百货公司，那在各个主要的城市都会有它的分店，大概等同于台湾星光3月那个等级，所以你不用害怕说里面会有假货，它里面也有卖一些精品，然后有卖英国当地的品牌，就一些英国牌子的衣服，反正就什么都有。那最主要我要买当然就是美妆，就美妆的话，他们的价钱大概都是台湾的6到8折之间吧，反正比台湾便宜很多。那这个网站的特色，很多英国网站特色都是这样，他们会扣税，就是如果你要寄送到英国以外、欧盟以外的地方，他会先在结账的时候就直接帮你扣掉英国当地的消费税，然后那个税啊是将近17%，所以其实我们在英国的网站买国际寄送会比英国人买还要便宜。那除了它这个网站，它除了会扣那个17%之外，它的运费规则非常的好玩。它运费好像是你如果一次寄送的话是25磅，听起来很贵，对，这个运费很贵，我才不会想要花25磅运送。但是它有一个很划算的方案是33磅。1年吃到饱，就是你只要付33英镑，大概折合台币是1200嘛，你就可以在这1年内不限次数的买。你即使你就很任性的只买1包吸油面纸、1瓶化妆水，都是免运费。那可能你会觉得啊，我一个人1200运费好贵，你可以揪朋友、揪家人、同事一起 share 一个账号，大家可能几个人分摊那1200的运费。然后你就以后要买什么都直接上那个网站买，反正在家里坐着等不到1个礼拜就可以收到，超方便。这真的，我觉得它那个1年吃到饱的方案真的很划算。然后这个网站呢，我找了一些就是给你们比对看价钱的，像它专柜的品牌，基本上就是你台湾买得到那些专柜品牌，这边 Selfridges 这边也都有。那我有算到几个就是特别便宜到很夸张的。我现在比较给你们看，像苏苦那个金盖的粉霜，台湾的价钱是3850，然后英国这个网站的价钱呢是54.17英镑，汇率差不多是39嘛，算39是2112，然后台湾的价钱是3850。好，然后呢还有像。苏苦的东西价差都蛮大的，然后还有娇兰的东西价差也超大。娇兰我算一个那个他们的24K 粉底液，台湾是3280，英国呢是47.5磅。我现在念出来的价钱都是已经扣掉他们那个将近17%的税之后，英国是47.5磅乘
乘以39的话是1852。1852，台湾3280哎，那个价差，这价差岂止砂锅大，那价差是浴缸大，这价差真的很夸张。然后除了这，就是你其他你想要买的东西，你可以自己去比价，你自己算算看，都会比台湾便宜。然后你比较常见的一些牌子啊，像什么兰蔻啊、Kiehl's 啊之类的，反正各种专柜牌，差不多我算过，几乎都是有8折左右。大部分就是大概7到8折，像 MAC 啊、Bobbi Brown 好像有便宜一点，反正就是万物皆便宜。然后你如果想要买一些精品，像 YSL 他们好像也有寄台湾，这个网站很多东西没有寄台湾哦，就是它有一个那个台湾的国旗，然后上面把它划掉，那个就是不寄台湾的。很多大部分精品都没有寄台湾，但我记得 YSL 好像有寄台湾，那也会比台湾买很便宜很多。那这个网站呢，除了有就是比台湾便宜这个优点之外啊，它还有第二个优点，就是有一些台湾买不到的东西。第一个 Tom Ford 的彩妆应该大家都很想要吧？Tom Ford 彩妆这边有卖，然后我算过好像会比美国网站买还要便宜。然后还有像 Urban Decay 也有卖，也没有比美国贵。然后还有像 Too Faced 也有，还有一些什么Zoeva 应该很多人也买。Zoeva 你如果要在德国的那个官网买，我记得好像运费还蛮贵的。那如果你在 Selfridges 买的话，就是那个1年吃到饱的方案，就算只是想要买一支刷子都不会心疼。所以我觉得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边买，非常的方便。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的 Charlotte Tilbury 这边也有卖，就是 Selfridges 真的很好逛。超级好逛，认识 Selfridges 之后啊，你可能就不会想要再逛台湾的周年庆了，因为台湾周年庆很讨厌啊，它就还要那些组合啊、套装里面一定混着你不想要的东西，或者是买这个送 ABCD， 然后送 ABCD 都小里小气的，然后这样算起来可能也就是7折什么的，然后广告做很大。可是 Selfridges 你是直接买一罐东西，可能就有7折了，所以就逛周年庆好像变得没什么意义。所以如果你喜欢买专柜的东西，然后你不介意买国外网站，啊，你又想要省一点钱的话，我觉得首选就是 Selfridges。然后第二个网站也是我最近很喜欢逛的，叫 Cold Beauty。那这个网站一样，就是你结账，它会自动帮你扣掉英国当地的那个消费税，将近17%那个。然后它是满50英镑就免邮资，50英镑是大概2000块台币，其实很简单，你买2个眼影盘就免邮资了。但是它这个免邮资不是快捷寄送哦，会蛮久的，好像差不多都要3个礼拜左右吧，你就自己在心中抓1个月啦，就差不多1个月之内会收到。那这个网站呢，它的特色是卖一些有蛮多美国品牌的东西，它就比较不是那种你台湾的专柜品牌的那一些。那它卖美国品牌的东西啊，很多会比美国便宜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汇率超奇妙的。那些美国品牌的东西可能因为汇率的汇差，还有它会退这个17%的税，然后它就比美国便宜，或者是至少会跟美国差不多。因为像美国品牌，我觉得美国网站很多都就比较不支持国际运送，要么就是可能运费会比较贵，要么就是你就算要找代购，你也没办法自己刷卡，就你要找代运的话，你没办法自己刷卡，他们会挡国外的卡，所以美国网站很多都是对于国际消费比较不友善的，那你就干脆就在 Cold Beauty 买，像我也列了几个，先算给你们看，像 Huda Beauty 那个红色系的眼影，我自己上礼拜才结账。它在美国是卖65块嘛，那我们用汇率30来算是1950，然后它在英国是46.67英镑，用汇率39来算是1820，算起来比美国便宜一点点。而且如果你在美国当地买的话，还会被加消费税，美国消费税好像大概是4到8%之间嘛，所以你这样买起来就是会比美国便宜蛮多的。然后像贝卡的打亮。贝卡打亮美国是卖38块，那你乘以30的话是1140，然后它这边那个 Cold Beauty 这边是26.67，你乘以39的话是1040，又比美国便宜。所以你看我已经刷到2个美国品牌在英国网站买会比美国便宜。然后像Anastasia 那个现代文艺复兴，它美国是卖42块，你乘以汇率是1260。那你如果要在这边买的话，它是34.2英镑，是1333，贵一点点，会，但至少如果你要算到美国当地消费税的话，它还是比美国便宜。那你这样贵一点点，跟它那个
就可以免运费，你又省代购钱什么的，其实还是比找美国代购划算很多。然后像开放晃的那个修容粉，美国是$44，换算成台币是1320，然后这边呢是卖29.17，换算成台币是1137，又便宜很多。对，是不是很神奇？然后这个网站它有很多牌子，你可以慢慢逛。就这边很好逛，但你唯一要注意就是它虽然50块免运费，可是运送时间比较长。其他我觉得都 OK， 真的太好逛了，这个网站太好逛了。好，再来第3个网站呢，是我自己以前还蛮常买的，它叫做 Space NK， 它在英国也是有实体店面的。那他们卖的东西呢是算是稍微比较高端一点的美妆品的品牌，像可能香缇卡、By Terry 啊、Hourglass 这些牌子这边都有，就很多牌子你可以自己上看。那这个网站它有一个特色是满100英镑就免运费，那它免运费是寄快递哦。不是那种很慢的，因为英国他们大部分都有满多少免运费，但它都是很慢的，可能3-4个礼拜才会寄到的。但这个它是免运费，然后又是快递，然后100英镑，因为这个网站的东西它稍微比较高单价，所以100英镑也很容易。其实你可能常常1罐面霜或者是1罐眼霜就可以自己免运费了。但这个网站它没有扣英国消费税，就我前面讲那个将近17%，所以它没有扣，但是它常常会打折，就好像会常常会有满80减20啊，或者是打85折之类的，或者它有些东西就是会不定时的下折扣，等到打折再买。虽然说它平常的定价已经比台湾便宜了，可是既然人家会打折，我们干嘛要买原价？所以就这个网站呢，我就是如果有碰巧看到它打折，我才会去买我本来就需要的东西。那还有一些美国的品牌啊，像Becca、CoverFX 这个网站上也都有，所以如果打折的时候你有需要，可以一起买，就是反正都会比美国便宜啦。好，第4个呢，我会讲2个网站，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集团，但是一个站是卖高端的，一个站是就是有可能一些专柜牌跟还有开价牌的。卖高端的呢是 Beauty Expert， 它是跟我前面刚刚介绍的 Space NK 的品牌重复性很高。这个网站它的特色呢是全部免邮，就你一样，你只去买1包吸油面纸也免邮，但是很慢。它这个全免邮的免邮也是那种3-4个礼拜才会到的，然后你还可以买到120英镑以上的，它就会自己帮你升级成就是比较快的那一种，就是大概1个礼拜的。那这个网站呢，它也是不扣那个17%的消费税的，但是它 always 有折扣，我每次点进去，它上面都会有写一个折扣码，然后那个折扣好像一直都是18% off， 就是82折。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买那种比较高端品牌的，你有在 Space NK 有看到，你在 Beauty Expert 也有看到，你就两边算一下折扣下来的价钱，比较一下，那再买。那这集团下面另外一个网站呢，叫做 Look Fantastic， 它跟就是原本那个 Beauty Expert 有一些品牌是重复的，可是 Look Fantastic 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有一些开价的品牌，然后他们运费的计算规则是一样的。然后它一样是没有扣17%，然后又一样，他们永远都有一个折扣在。那这个网站的折扣呢，是我看都是15% off， 就是85折。那这个网站它的特色是有开价的品牌，像我看是有 Rimmel， 还有 Real Techniques， 还有一些其他的开价品牌，我没有记。反正你们如果想要买开价品牌，可以在这边看。然后它也是，他们东西其实就是你算起来都会比台湾便宜啦，就是现在那个汇率真的太可怕了。那我算了一下它的 benefit。的东西大概是台湾的7折，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买 benefit 的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去 Look Fantastic 看。好，最后一个第5个是我自己已经爱用大概10年的网站吧。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买这个网站的东西，然后买到后来回台湾，他们又推出免运费的国际运送，我就开始就是也是一直买，是 ASOS。就如果你喜欢买国际网站的话，一定都知道这个网站。那它以前呢是不限金额免运的，就是你买一双5块钱的袜子也是免运。但后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可能亏钱还是怎样，现在有改变那个规则，是27.6英镑才有免运。然后它免运寄送也是很慢哦，也是那种3-4个礼拜的。反正就是你看到免运，基本上你心里就是抓一个，好吧，既然免运，那我们就用时间来换，就你就等待1个月，基本上1个月之内一定会收到。那这个网站呢是应有尽有，基本上还是那种百货公司性质的网站，就是你衣服、鞋子、饰品、包包、手表，
然后美妆也都有，什么都有。然后我特别喜欢逛的是它的礼品区，它礼品区会有一些很奇怪的那种怪里怪气的小东西，就买回来自己用也是 OK。但如果你送礼，你想要送比较特别，就不是那种平常台湾看到的那些礼物啊，比较庸俗一点啊，或者是你也不想要花太多钱去买礼物的话，这边的礼品区啊。超好逛，就价钱都不会太贵，大概就是你可能1000块台币以内都可以买到很有创意，但是又实用，然后又绝对不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哎呦这东西好普通的那种东西，就是它礼品区真的太好逛了，一定要去逛它的礼品区。在美妆的部分呢，我特别喜欢在这边买开价的品牌，像它有 Rimmel、Le Bon， 还有 Maybelline。你可能听到 Maybelline 会想说，为什么 Maybelline 要在那边买 ？Maybelline 的那种欧洲啊，或者是美国版的东西，很多台湾都买不到。那你在 ASOS 是买得到的。然后像 L'Oreal 也是有一些你在台湾买不到的商品，在 ASOS 上面也是买得到。然后像有一个英国有一个开价品牌很便宜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还不错，叫 Barry M， 也是可以逛的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国外的开价美妆的话，你是可以在 ASOS 上面找的，还蛮多东西的。像我手上这个 Rimmel 的红罐，我就是在这边买的。你省得找美国的代购超麻烦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我最爱买、最常逛的5个英国网站。这东西真的都比台湾便宜蛮多的，而且你可以买到很多台湾买不到的东西。但是我在强调，请记得一定要理性消费，你不要看便宜就一直乱买。我很不喜欢看到大家就说看我的影片就又买了这个又买那个，这不是我拍影片的初衷。就是我拍影片可能你会看我一直开箱，但我是希望经由我这样买很多开箱，等于是帮你们过滤、帮你们筛选什么东西好用，那你去就挑到你最适合的。我不是说一直开箱，然后一直跟你说这个好用那个好用，这个你也买，这个那个你也买。我不是希望大家就跟我一样买那么多东西。我买这么多东西，很多真的都是为了这个频道。虽然说我本来就很爱买，可是我开始经营这个频道之后，才开始变成买这么多。我原本也没有那么夸张，所以记得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，然后也不要看到便宜就买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不会看到便宜就买，因为就是这10几年来的购物已经有太多经验，是我看到便宜我买了就不会用，所以我已经不会因为看到便宜就买了。但如果你可能还是比较年轻一点，还是很容易看到便宜受诱惑的话，真的你就买之前先想一下。像我自己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很喜欢网络购物嘛，我很少在实体商店购买东西。那我网络购物呢，我都是先把东西放到购物车里面，我不会马上结账。我就会在购物车里面先放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再拉出来看，就想说这个东西我真的要吗？这东西我真的会用吗？好，这我不会用，然后就一个一个再拉出来看啊，一个一个删掉，然后再放。我可能除非它有打折，我一定要就趁在那2天内结账完，我才会赶快结账。那如果平常没有在打折的话，我就是我大概会放可能3、5天到1个礼拜，慢慢放。其实你在慢慢放的那个过程中，你会有很多东西你就又不想要了。这真的很有效，你放购物车先不要结账，你大概可以，你放个1个礼拜，你可以再删掉至少1半以上的东西。所以真的就是结账之前请三思，不要乱买东西。我们赚钱很辛苦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不知道到底是在劝大家购物还是不要购物的影片。那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需要的人啊，拜拜。